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2月1号，比特币价格又重新返回到$23,000上方。包括昨天的视频也是跟大家讲，个人 15K、16K 抄底的多单，目前还是选择继续爆啊。以及这几天的短线，你如果要搞，我是有跟大家提醒，一直在观察，有可能狗狗币会开启一波三浪的行情。那现在它价格是否已经突破了这个矩形？包括前面2天的时候，也是在社群上面或者是 Discord 上面有通知大家，这一个 SOL 在高档的位置是有一个上升楔形看跌的形态。那我短线是有卖了一部分这一个Solana，昨天也是在买了一些狗狗币啊。等下再来跟大家讲，包括比特币或者是狗狗币，目前收盘是还有4个小时左右还没有收盘，以及明天也就是亚太时间2月2号凌晨3点的时候，美联储会不会只加息25个基点？我个人是如何看待的？以及短线的这一根 K 线，比特币又重新返回到$23,000上方。那如果截止到4个小时以后，它如果收盘要收成这种结构，那这种 K 线的形态是否属于一个多方抵抗的 K 线？如果要参考以往的历史经验，它这个位置并没有继续崩盘啊，所以这种走势有可能就类似我跟大家讲的几天。不排除整个中线这边要横出一个区间，你要再找比特币的买点，我的观点是你要看一下它有没有可能破这个矩形挖坑的位置，才有可能会有买点。因为之前这个位置美联储只加息50个基点的时候，大家都记得1年多的下跌，美联储每一次加息后面是一直都是加息75个基点，直到这一个位置，很多人是觉得50个基点是一个利好，就追在这个位置。那我当时是有跟大家讲，你这个位置是不能追，要买的话只能再观察压回。后面是这个位置，就希望朋友们压回你要继续买。所以现在的位置，我的观点也是一样，有可能这上方有几个压力，等下也来跟大家探讨一下，或者是狗狗币、以太坊的一些图形，等下来跟大家探讨。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前面2天我是在 Discord 社群上面有通知了大家，这个Solana在高档的位置，这边是有一个看跌楔形啊，所以短线前面是在这一根的位置有追了一部分这个Solana，一路都没有卖，然后我昨天前天是在这个位置是有卖了一部分啊，所以我是觉得下来的话。短线的资金要利用到最大的一个应用，我昨天也是又追了一点这个狗狗币。当然前面在这个低档也是建议朋友们2天之前的视频，你如果有去看，当时是有跟大家讲，一个是4个小时布林线的下轨是下一次的买点，因为当时在这个位置破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讲，你4个小时有破下轨的位置可以去买，然后后面是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也是希望朋友们有可能它会破这一个布林线的中轨，下一次的买点是在这个位置，就是0.080。那你去回顾2天之前的那个视频，目前还有4个小时左右它要收盘。它现在这一根 K 线也是非常强势，因为最近是有一些利好，推特也是在申请有可能要使用加密货币来进行一个支付，所以包括前面在 Discord 社群上面机器人有通知了这一笔多单的建议，大约是在0.085附近啊。那现在有对的情况下，昨天我也是在 Discord 社群跟推特上面通知大家，你的防守位如果担心的朋友，杠杆有些朋友是开了10倍，还有一些朋友是开了20倍的杠杆。我的观点是你去观察一下短线的图形，狗狗币有几个形态是这样子哦。首先观察一下，它这边不是有一个类似一个 N 型嘛 ？N 型的这个位置，我的观点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短线的支撑位。当然，目前是还没有收盘哦。另外的一个支撑位就是这个位置，有没有看到这一根 K 线破的时候，后面是这边不是有利好，然后拉了一根又压了回来，就在这个位置，这一根 K 线的一个支撑位。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0.0884附近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一个0.091附近，2个支撑位交代给大家。当然目前还没有收盘，如果明天收盘了以后，我2号早上的时候再来跟大家聊一下短线狗狗币的支撑。如果它收在这个矩形的上方，到时候它的支撑位要不要继续往上修啊？然后还有一些朋友是在问，狗狗币这一波如果继续涨上去，
它下一个上涨的目标要看到哪一个位置哦？我想跟大家讲，不要忘了前面的这个矩形，其实这个位置还是有一点压力。目前是过了，过的话，那我的观点是，现在矩形是一个一个来突破。比如说前面下面的这个矩形突破的时候，是翻了一个矩形，你去目测一下这个空间，其实就是接近这一个几个上影线位置的空间。那如果到8点的时候，它收盘能收在这个上方，我的观点是，下一步我们就观察它有可能会在这个矩形里面，看会不会继续波折，有可能也是不排除会继续震荡，因为目前狗狗币还有差的几点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细心观察一下，现在60的成本可能也下一步要开始拐弯，当然还有几天啊，1天、2天、3天、4天、5天、6天、7天、8天、9天，我们拉一条直线过去，其实还有9天左右，它有可能成本60的成本才会来到这个低档，有可能这个位置到时候看会不会有个压力，就是0.11附近看会不会有个压力。至于下一个目标，就是前面的这几个高档位置，也是有跟大家讲了一段时间。狗狗币大约是在0.17附近啊，这个位置有一个区间的压力，也就是之前在22年的时候，这边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矩形的区间。这几个高档空方吞噬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压力区哦，到时候看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会不会继续很大。然后比特币，我想跟大家聊一下，以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一个观点，像这种 K 线它是一个空方吞噬，没错。那我这几天也是讲了有一段时间，早在这几根 K 线的时候就跟大家讲，有可能是要开始举行震荡，它上去会是陷阱，下去也有可能会是陷阱，你尽量找这种下去的位置，因为马上要加息了，所以也是跟大家讲，前面一次加息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画了一个矩形，上去加息50个基点，上去是陷阱，下去是陷阱，所以这个位置目前也是一样，我们还是以区间来对待。然后这一根 K 线，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到8点的时候，我们去观察一下，它如果能收在就是这一根下跌 K 线的收盘价上方，那说明这个位置已经马上遇到一根多底，不同于以往的那种下跌，目前其实就是一个多方趋势的一个走势，不同于以往，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一般如果是高档下去有大跌，以前也是有跟大家讲过，跌，每一根 K 线收盘的重心都是收在前一天收盘的下方，这种就是很弱的一个空方的趋势，包括这一根吞噬下来，第二天收盘又收在下方，重心每天的收盘都是在下移，所以现在从这一根 K 线，或者是到8点的时候，我们到时候去观察，它只要能收在这个位置，就是说明目前是多方的趋势，还是一样，它这个矩形是在这边继续震荡啊，也不排除震荡到位，主力会不会挖一个坑，然后到时候看会不会上去。然后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2号的时候凌晨3点，一定要去留意一下这个美联储利率公布的决议，到时候我估计盘中是会有大波动啊。当然，目前的利率是在4.5啊，如果只加息25个基点，不排除利率有可能会来到4.75，然后下一次有可能会不会再加个25个基点，利率会不会来到5%，也就是很多机构预测的，有可能美联储1年多的加息到现在的话，整个目标不排除可能就是在5%左右，后续有可能会暂停加息，然后延长个半年或者1年，到时候看整个经济的一个情况。未来的话，看美联储会不会降息。然后想跟大家聊一下几个压力位啊，压力位很简单啊，就是这一根 K 线是一个大长 K， 那它的一半位置你简单的去观察一下，目测大约是在$23,300附近，也就是这个上影线的高档位置，感觉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压力啊。还有一个压力就是在这个开盘价附近，大约是在$23,700附近啊。另外，我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以太坊整个大长线我已经报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包括当时下来的话，也是希望朋友们在这个位置崩盘的位置1000至900附近抄底这个以太坊，后面上去一路也没买，下来的话也是再给大家一些坚定的信心。到现在的话，我的观点是不重要，已经横了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有可能这个位置时间整理到位，到时候看会不会去挑战1700。或者是1600，目前其实也是一样。等一下8点的时候去观察，就这一根 K 线，
它如果能收在这一根下跌 K 线的实体里面，也是说明这个位置就是一根多方底卡，不排除它不一定会崩得下去，先举行震荡为主，也不排除有没有可能挖一只坑，到时候看会不会上去啊。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留图。